大家好啊，我是戴红。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那些经常和尸体较劲的动物，往往会被安上负面的刻板印象。比如咱们戴红动物系列的核心角色斑鬣狗。然而，在我们的大自然里，这些动物往往起到了分解者的角色，对我们的美好生活能起到一个相当良好的作用。今天呢，咱们来讲一类非常炫酷、与死亡同行、对动物遗骸爱不释手，俗称新大陆秃鹫的美洲鹫科的这一种炫酷大鸟。这些来自美洲的鹫类，虽然经常被称作新大陆秃鹫，和包括咱们最熟悉的秃鹫在内的十几种旧大陆秃鹫做一个对比的区分。但事实上啊，两方在亲缘关系上并不算很近，长相和习性的相似属于是趋同演化的结果。新大陆鹫类基本都是食腐动物，头部裸露，没有羽毛，这有助于它们在进食的时候避免腐烂无物残留在头部。其鼻孔结构往往看起来十分通透，嗅觉灵敏，消化系统抗病性极强啊，能够抵御腐肉中携带的危险病原体。现存新大陆鹫类一共无属7种，咱们来细细介绍一下哈。加州神鹫是其属现存唯一物种，其学名属名源自希腊语裸露的秃鹫，在历史上曾广泛分布于北美洲，现存分布范围小了很多，主要分布于北美洲西南部，栖息于多岩石灌木丛、针叶林等区域，依托悬崖与高大树木筑巢，单次觅食最远可迁徙250公里，有多处专属保护区，体型极大，体长109到140厘米，翼展2.49到3.05米，体重7到14.1千克，中体黑色，翅膀下侧有白色三角斑纹，雌性体型小于雄性，在猛禽里是比较少见哈。食捕方面，它是典型的食腐鸟类，主要以大型哺乳动物尸体为食，嗅觉是一般般，依靠观察鹰类定位食物，耐饥饿，单次可暴食1到1.5公斤肉食，相当大胃袋哈。6岁性成熟，终身一夫一妻制，每2年产卵1枚。雏鸟跟随妻鸟生活至第2年，寿命可超过60年。安第斯神鹫是康多乌鹫属现存唯一物种，同时也是玻利维亚、智利、哥伦比亚、厄瓜多尔4国的国鸟，在南美文化中是地位极高。分布范围沿安第斯山脉纵贯南美，主要栖息在海拔最高5000米的高山荒原与岩地，偏爱无密林遮挡的开阔地带，并于高空巡飞觅食，偶尔也游荡至低地荒漠、林区与草甸。体型极大，体长100到130厘米，翼展平均2.83米，最大可达3.3米，体重平均11.3千克，雄性大于雌性。成鸟通体黑羽，头颈部裸露无羽毛，肤色可随情绪充血变色。雄性具肉冠与肉锤，其直爪比起抓握更适合行走。食捕方面，同样主要以腐肉为食，主食骆马、鹿等野生动物及牛马等家畜的尸体。海岸种群常取食搁浅的鲸类遗骸。它每日可巡飞超过200公里觅食，耐饥饿能力极强，偶尔也掠食鸟蛋，捕猎小型鸟兽类补充食物，还能从食物中摄取类胡萝卜素，调控自身肤色与虹膜色泽。它擅长借助高空热气流滑翔，全程极少振翅，有腿部排泄降温的特殊习性。5到6岁性成熟，终身一夫一妻制，都在岩壁筑巢，每2年产卵1枚。双禽共同孵化育雏，雏鸟半岁即可飞行，其自然寿命超过50年，圈养最高纪录达到80岁。王鹫是王鹫属现存唯一物种，分布范围横跨中美洲至南美洲，大多集中在安第斯山脉以东区域，历史分布比现今更偏南，更新世曾延伸至阿根廷南部，主要栖于原始热带低地森林、稀树草原以及湿地周边，多活动于林冠上层，常规栖息海拔1500米以下，最高可至3300米，无迁徙习性。在玛雅、阿兹特克神话中拥有神圣地位，是经典的文化符号与动物园热门保育观赏鸟类。体长67到81厘米，翼展1.2到2米，体重2.7到4.5千克，是除加州神鹫、安第斯神鹫外，新大陆鹫中体型最大的种类。食捕方面，主要以各种哺乳动物、鱼类及爬行动物尸体为主食，食物匮乏时也取食棕榈果实，依靠视觉辅以嗅觉觅食，常跟随其他鹫类定位食源，凭借强韧喙部率先破开兽皮，为其他小型鹫类开辟进食条件，偶尔也捕食动物幼崽，多单独觅食，食源充足时会小群聚集，擅长高空滑翔，极少振翅。4到5岁性成熟，终身一夫一妻制，在树洞筑巢，每窝仅产1枚卵，其圈养寿命最高可达70年。黑美洲鹫是黑美洲鹫属现存唯一物种，其分布范围从美国东南部延伸至墨西哥、中美洲及南美洲大部分区域。它们多为留鸟，偏好林木与开阔地交
交错的生境，也栖息在湿地、草原、牧场以及次生林区。体长56到74厘米，翼展1.33到1.67米。食性上以动物腐肉为主，依靠视力跟随嗅觉灵敏的其他鹫类觅食。在人类活动区会觅食垃圾废弃物，偶尔取食鸟蛋、果实、小型爬行类与昆虫，也会伺机捕食体弱动物以及新生的动物幼儿。它会啄食野生动物体表的寄生虫，对腐生环境的病菌毒素有着极强的耐受能力。黑美洲鹫喜欢群居活动，常与红头美洲鹫一同栖息，飞行多以滑翔为主，仅能发出嘶嘶声与低吼声响。繁殖期随纬度变化都在岩洞、枯木或地面筑巢，每窝产卵2枚。最后是美洲鹫属的3种大鸟。红头美洲鹫是新大陆秃鹫中分布最广的物种，分布范围从加拿大南部延伸至南美洲，全球分布面积约2800万平方公里，适应多种开阔及半开阔生境，其体长62到81厘米，翼展160到183厘米，体重0.8到0.41千克，高维度个体体型偏大，主食腐肉，几乎专以动物尸体为食，拥有灵敏嗅觉，可穿透鳞冠定位腐尸，为王鹫等秃鹫引路，常群居栖息。小黄头美洲鹫遍布墨西哥、中美洲以及南美洲20余个国家，周栖于季节性湿润低地草原、沼泽、红树林等区域，常与其他秃鹫同域栖息。机体长53到66厘米，翼展150到165厘米，体重0.95到1.55千克，是现存西大陆秃鹫中体型最小、体重最轻的种类。食谱方面几乎完全吃腐肉，主要取食小型哺乳动物、爬行类及腐烂鱼类，偏爱新鲜尸骸，兼具视觉与灵敏嗅觉。因为它的喙部强度不足，比较依赖王鹫撕开大型兽皮。大黄头美洲鹫别称森林秃鹫，核心分布于南美洲亚马逊流域热带区域，专属热带湿润低地雨林，极少远离林区。全球分布面积约670万平方公里，不涉足高海拔山区。其体长64到75厘米，翼展166到178厘米，平均体重1.65千克。食谱方面完全以动物尸体为食，主食雨林内树懒、猴子等动物尸骸，而且比较挑食，仅进食新鲜尸骸，依赖王鹫撕开兽皮，具备发达的嗅觉与视觉。当前放的自然界，美洲鹫属于美洲地区独有的恶系飞行系亡灵族英雄，能通过吃掉动物遗骸来回血。其中黄头美洲鹫和王鹫的几种动物都会进行相互合作来大快朵颐，十分具有团队意识。同时，对其栖息地区还能使用净化技能来清除当地的细菌病毒，通过吃掉尸体来减少疫病发生的几率，堪称病毒种完全体的众星之子。假如你决定使用美洲鹫来进行这把游戏，那么我建议你搬掉美洲黑熊。虽然成年的美洲鹫几乎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但面对美洲黑熊这种割草效率极高的大胃袋扼食大王的偷鸟蛋行为，美洲鹫们还是没有什么太好的对策。关于美洲鹫的介绍咱告一段落，感谢大家观看，大家喜欢的话希望能点个赞加关注，我是戴红，我们下期再见。今天又是普通一天，加油吧大家！